你好。哦，那还不错，补一点回来。Hello everyone, welcome 不，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理查老师每天晚上10:30，台湾时间10:30，会在YouTube 还有脸书跟各位同学一起学习中文。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第5集的词汇。好，那老师先跟各位同学打招呼。第一位同学是 Lenny，Hello Lenny，Lenny 小土豆 Apakaba， 还有我们的 Mingalaba Sikong 你好，还有美丽 Apakaba， 还有佳佳 Assalamualaikum， 还有我们的桂芳，桂芳是来自印尼对不对？好 Apakaba， 而且桂芳说我点赞了。好，各位同学，如果你要支持 support 支持理查老师，请你记得一定要帮老师点赞 click likes 支持老师，然后你要帮老师 share， 把老师的频道推荐给你其他的朋友看好，谢谢我们的桂芳，还有宋平小土豆 Sawadee Krab， 还有我们的赛琳小土豆晚上好 Ola， 还有立新小土豆你好，还有 Christina 来自爱尔兰的朋友晚上好小土豆还有我们的穆同学 Solon 穆你好，还有我们的 Samuel 你好，还有 Cartini， 还有米磊说老师我点赞了，谢谢米磊，还有我们的雪峰同学是来自韩国的朋友对不对？好，然后还有这位是新同学吗？好像看过好，这位同学你好，还有玛丽，好，玛丽是新同学她说老师好，我是新来的，好，欢迎玛丽，玛丽是来自哪个国家呢？还有这个我就不晓得怎么念了你好，还有来自脸书的朋友，好，各位同学，你在脸书也可以听到跟看到理查老师的中文课脸书的朋友是Alam 你好欢迎你，还有 Sai 同学，欢迎你们2位。好，还有我们的Nigel 来自印度的朋友 Namaste 你好，还有来自土耳其的朋友你好，欢迎你，土耳其是 Assalamualaikum 你好，这是 Kermisi 你好，还有我们的 Andrew 你好，应该是来自俄罗斯的朋友吧你好，还有 Fanny， 还有 Fanny 好，还有向才你好，还有静慧晚上好，静慧说晚上好，嘿春娇 Sawadee Krab， 还有嘟嘟晚上好，还有 Maria 好 Maria 你好，欢迎你们，还有 Hello Teresa 小土豆 Teresa 你好，还有这位同学是这个我不会念呢，好你好好 OK， 还有 Gaming Desktop Namaste 你好，还有我们的 AY 你好，还有我们的User 好 User 你好，还有汪海山你好，海山同学 Jim 海山很好的名字，玫瑰小土豆你好，还有好春娇说我分享了谢谢，还有裴静小土豆晚上好，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的是新 HSK 第5集的词汇，中级 Intermediate 词汇 Vocabulary。 今天我们学习3个词汇，第一个词汇叫产业，第二个词汇叫长度，第3个词汇是长寿，好，这3个词汇都有一点点难，我们来学习吧。好，第一个词汇叫产业。好，各位同学，什么叫做产业？各位同学，产业在英文的它是个名词产业的意思是 industry， 特别是同一种形式的产业business of the same type， 同一种形式的产业。好，那各位同学，讲到 industry 产业，我们中文有很多词语，这些词语你要把它记起来，因为你常常会在 newspapers 报纸，你常常会在 TV news
在电视的新闻听到或看到这一些 phrase。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phrase 是观光产业。观光产业，什么叫观光呢？观光就是 sightseeing， 观光其实就是旅游的意思哦，观光就是旅游的意思哦，观光其实跟旅游的意思差不多。Tourism industry， 观光产业就是任何跟观光有关系的这个公司啦，或者是旅行社啦，或者是导游啦，这些都可以叫做观光产业。观光产业哦，好，观光就是 sightseeing， 观光就是旅游的意思哦，旅游。好，就是我们英文说 sightseeing。好，好的。哦，今天好多新同学哦，欢迎你们。哦，我看到 Priscilla，Hello Priscilla， 好久不见了 ，Priscilla 小土豆，欢迎你哦。还有秀芝你好。还有这个 Nut 同学，欢迎 Nut 同学，菊香 Malik， 安瑞小土豆 Bonjour， 还有我们的丽敏，还有 Alice Press， 好，欢迎你们哦，欢迎你们。好，老师刚刚说到观光产业，就是 any business about tourism。We can call it tourism industry. Any business, any company, any agency, we can call it tourism industry. 观光产业，观光是什么意思？就是旅游的意思啊。好 ，Priscilla 说观光产业是我的专业，哇，很好哦。好 ，Priscilla 因为她是空姐，所以她算是观光产业吧？哦，好。第二种产业 industry。我们常常会看到的叫做食品产业。食品，各位同学，食品的意思就是 food， 一个比较 formal 的说法 ，food 食品，所以我们说 food industry 食品产业，可能就是 any business, any companies about food, we can call it food industry。所以各位同学，面包、米饭、罐头 cans， 还有这个面或者美食，这些都可以叫做食品产业。食品产业哦，好，食品产业，好的，好，还有呢，我们再多介绍不同的，我们还有常常会说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什么叫传统 traditional？ 各位同学，传统产业像是这个鞋子，做鞋子的比较 traditional business， 比较 traditional industry， 这个我们叫这一种的产业，我们叫做传统产业。你也可以叫它传产也可以。for short， 你可以说传产。那它的说法是传统产业。传统产业 traditional industry。 那各位同学，传统产业的 opposite 反义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传统产业的反义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Anybody who can tells me? Who can tell me? 好，各位同学，传统产业的反义词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传统是 traditional， like old business, traditional business, traditional company. We can call it 传统产业。所以各位同学，传统产业的反义词 antonym, the opposite 就是新兴产业。新兴产业 ，OK， 新兴产业叫 emerging industry。传统产业可能像是做衣服的。食品产业也算是传统的哦，食品也是传统的。那像做衣服的这个 business 或者是 company 也是传统的。像我们这里图里面这个是做鞋子的，也是传统的。那什么叫新兴？像like business or companies about computer, about information, about like virtual technology,
这个都叫新兴，比较新的一些 industry， 比较新的 company， 比较新的 business， 这个都可以叫新兴产业啊，新兴产业。好，现代产业，我们比较不说现代产业，我们说新兴产业。OK，like new, trendy, new 新的，这几年才出来的就是新兴产业啊，不是现代，也不是新代。各位同学，其实它的 opposite 就是新，传统产业的 opposite 就是新兴产业哦，把它记起来，新兴产业，这些我们都很常用哦。各位同学，你读 newspapers 报纸的时候，你看 TV news 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这些 terms， 所以你要把它记起来啊。产业跟工厂不是，产业是一个比较 concept， 比较一个 large concept。各位同学，产业就是 business of the same type， 各式各样的关于传统的 business or companies， 我们都可以叫做传统产业。OK， 传统产业。OK， 产业是个比较大的一个概念了比较大的一个概念，传统产业。OK， 好，也厂商算是 part of industry。OK， 那个赛琳，你说的是厂商 like manufacturer, like company, that's part of industry。OK，part of industry。OK， 传统产业、新兴产业这个叫娱乐产业。好，这个可以，你可以说娱乐产业。好 ，Second 这个句子这个问题非常好。什么叫 entertainment industry？ 这个我们叫娱乐产业。所以各位同学，你就一个 like a field， a field plus 产业就可以了啊。好，各位同学来，娱乐，像刚刚 Secom 问的是，老师，请问你 entertainment industry 中文怎么说？我们中文就可以说娱乐 entertainment 娱乐产业，娱乐产业。OK， 好，手机产业可以，你们就用一个 field 再加上产业。像有的国家有石油 oil。你就可以说石油产业 oil industry 就可以了。产业就是那个 field 好，新兴，对，读新没有错，新兴产业没有错，读新好，对，好，新产业，好，新产业，无烟囱产业就是观光吧？嘟嘟。我们有说无烟产业就是有点像 sightseeing or like tourism industry， 这个叫无烟产业，就是没有污染 no pollution， 这个有这样的说法出口产业 very good like export right export 有，我们可以说出口产业可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有这些说法，所以各位同学你把它记起来，很常用很常用。好 ，OK， 那我们看看怎么用。老师现在教你一个 verb 动词，就是重创 ，it's like heavily damage or like strike。好，主语什么东西重创什么什么产业？我们在 newspapers or TV news 很常听到这样的句子 ，something maybe COVID-19, maybe earthquake, maybe typhoon。Maybe tornado， 都可以。某某东西 something， 某一个东西重创产业 like heavily damage， 就是很大的去伤害了这个产业。你也可以说重挫一样的意思，重创 or 重挫 like heavily hit, heavily damage, like hurt it heavily。 OK， 好。什么产业重创好，重创产业好 OK。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quiz。 地震 earthquake， 地震。石油产业，石油，什么叫做石油？就是 oil， 石油产业 oil industry
重创了，重创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的，国家 means country， this country's OK。 好，答案是什么？地震你们知道吧？就是地震了 OK earthquake。 好好的，这个念重创，重创，答案是什么？好，玫瑰说地震重创了这个国家的石油产业，很好。裴静，这个国家的地震不行不行，裴静你再改一下，不是这样说哦。好，安蕊说地震重创了这个国家的石油产业，答对了。好，那个这位同学是 Marshall 是不是？ Marshall 说地震重创了这个国家的石油产业 ，perfect。好，立新，地震重创了 ，OK damage，heavily damage， 重创了这个国家的石油产业 ，cool。Malik， 地震重创了这个国家的石油产业，佳佳，地震重创了这个国家的石油产业，答对了，很好。好，我们的光辉小土豆lettuce， 地震重创了这个国家的石油产业 ，wonderful， 很棒。好，那么各位同学，所以你可以把它学起来。这个东西可能是 COVID-19 maybe， 可能是 earthquake 地震，可能是 typhoon 台风，可能是 something else 重创 like heavily damage。 好的，那我们有一些 phrase 其实你也常常在 newspapers or TV news 常常听到。老师介绍给你两个 phrase， 第一个叫做产业发展，产业发展有点难哦，产业 industrial 发展 means develop， 所以产业发展就是 industrial development。产业发展对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每个国家都希望自己的产业可以发展 develop， 所以这个是一个 noun， 产业发展。 OK， 再来产业创新。 OK， 什么叫创新？创新就是 innovation， 创新就是你用最新的 new idea new concept 去做一件事情，叫创新。像理查老师的直播课 maybe 很创新，对不对？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可能是一个 new idea， 理查老师的 daily live streams maybe is kind of like 创新 it's a new idea， 所以创新就是一个新的想法 new idea， 产业创新，产业创新我们很常这样说。好，它也是一个 noun industrial innovation。 我们来做这个题目。第一个目标，目标。第二个是公司，是公司。第三个产业创新，产业创新。第四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好，各位同学记得哦，产业创新是一个 noun。 OK， 好，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好，永祥说产业创新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答对了，很好。好的，静慧，产业创新是公司 the most important， 老师有教过，对不对？最重要的目标，目标就是 goal。OK， 好，赛琳，产业创新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赛琳很棒哦。好，我们的 Night Gal， 产业创新 industrial innovation 是公司最重要的 top goal the most important goal， 很好。好，宋平，产业创新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很好，答对了哦。好的，这个是Misha，
产业创新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好，很棒，你们都答对了。好，贵方，产业创新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好，你们呢，学中文要像老师一样，要多念几遍。你看理查老师为什么要把一样的句子念这么多遍？因为这样子你们可以练习你们的听力练习你们的中文听力。产业创新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你们可以听，也可以跟老师一起念，来练习你的口说哦。好汪海山同学，产业创新，OK， 创新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好，这位同学是 Farah， 产业创新是公司最重要的目标。Good， 好的，各位同学，我们来看一下第91个词汇。第91个词汇叫做长度。长度，各位同学，长度是一个名词，它的意思就是 length。长度，通常我们会用尺，这个叫尺 ruler， 尺这个东西你们知道中文怎么说吗？谁可以告诉我？你们知道这个东西中文要怎么说吗？好，通常你要量长度的时候，你必须用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中文叫做，谁知道？叫尺。好，永祥，我们不加个子啦，我们说尺就可以了，不加子，尺就可以。对，尺就好了，我们比较少说尺子，尺就好了尺就可以了。OK，ruler。那长度我们可以说用尺量长度。Remember the verb 量 which means measure。 OK， 很好，你们都知道尺好厉害尺好，那我们可以用 use something， 用尺量，这个量是个 verb， 它的意思是 measure 量长度。好，各位同学你可以把它记起来这个很重要。我们怎么说 measure the length， measure the length， 我们中文说用 like with or using a ruler， 尺量是 like take a measure 长度 measure the length 量长度。我们可以用尺量长度，所以各位同学，理查老师可以用尺量笔的长度，笔的长度，老师可以用 use 尺量 measure 量笔的长度，理查老师可以用尺量手机的长度，理查老师可以用尺量手机的长度，量手机的长度。所以我们可以用量这个 verb， 量是一个 verb which means measure， to measure the length， 用尺量手机的长度。 OK， 好，不是念尺是念尺 third tone， the third tone， 尺不是尺，是尺。 OK， 尺，对，很好，立新，用尺量长度 ，good， 很好，春娇很好，用尺量长度，我们一般说尺就可以了比较不常说尺子，可能有的区域会说尺子，不过通常说尺就可以了很好啊，春娇很棒，用尺量布就是 cloth， 布的长度，用尺量布的长度，很好。你可以用尺量888的长度很好。好的，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example。这块布，好，各位同学，布是什么？布就是 cloth， 这个图里面这个就是布这个布，像老师手上这个也是布，布就是一块布。好，各位同学 like a piece of cloth， 各位同学这个 major word 你要特别注意布的 cloth，
步的 major word 是块，一块布，像这样就是一块布一块布，你们知道一块布，这个 major word 一定要记起来。如果你再讲 a piece of cloth， 这个我们中文讲一块布，一块布好的，那这块布的长度是5尺，这里的尺不是这个尺，这里的尺是一个 measurement， 我们叫做 inch。尺这里不是指 ruler， here 尺 doesn't mean a ruler， here 尺 is a measurement unit， 这里指的是 inch。OK， here 尺 is inch。OK， 这块布的长度是5尺，这块布的长度是5尺。OK， 好。这台电视的长度是60尺，哇，也太大了吧！哇 ，Norbert 家的电视特别大 ，Norbert 家的电视啊，它的长度是60尺，好大好大的电视啊！好 ，OK， 对，我们可以用尺量手机的长度，很棒好，用尺量一块抹布的长度可以加的长度。好，各位同学，那老师介绍一下，有时候我们会学习到长度、宽度，还有高度。你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地方叫长，你也可以叫它长度。这个地方叫长，那这个地方呢叫宽度，这个地方 width 宽度，那这个地方叫高度。我们中文会说长宽高，所以你们可能在你们的 daily life 日常生活中会用到这些词汇，把它记起来。长度、宽度、高度 OK， 可以吗？好，不可以用一块裙子，我们可以说一条裙子。OK，nightgown， 块是 for clothes not for skirt， 要说一条裙子。Norbert 家的电视的长度是42尺好，来，各位同学，我们看一下长度的语法。something 的长度是 OK，the length of something。好，你可以说笔的长度是，好，你可以加多少？比如说1厘米、2厘米、3厘米 ，is like 1 cm、1 centimeter、2 centimeters。1厘米 1 centimeter， 2厘米 2 centimeters。厘米，我们台湾比较常说公分了，台湾会说1公分、2公分、3公分，在大陆会说1厘米、2厘米、3厘米，看你住在哪里好，所以这个 something 可以是笔的长度是你也可以说尺的长度是，你也可以说手机的长度是那如果你要 ask a question， 你可以说笔的长度是多少？ What is the length of the pen？ 笔的长度是多少？ If you want to ask a question， 如果你要问问题的话，你可以用多少 like how many OK how many So it's like what is the length of the pen OK 好，我们做一下题目。这艘船20米的长度是，好，这题答案是什么？来，哇，你们答案都写好快好，菊香说，这艘，你的艘不见了。各位同学，艘是船的 major word 艘是 for boat or for ship， 艘是个 major word 量词这艘船的长度是20米。OK， Priscilla，
这艘船的长度是20米，很棒。好 ，2 同学，这艘船的长度是20米，很棒。好，means 一个人的长度不可以。OK， 我们等一下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好，雪峰，这艘船的长度是20米，很好，答对了哦。好，这位同学说这艘船的长度是20米。好，我们这个 Matt 同学说，可以说这个房子的长度不够吗？可以啊，可以啊。OK， 可以，没问题，可以。好，这艘船的长度是20米。这艘船的长度是20米，很好。好的，Amisha， 这艘船的长度是20米。好，来 ，pay attention， 各位同学，等一下。来，我刚刚看到有一位同学，对 ，Norbert 说做外贸的时候，外贸就是来像国际贸易这种的哦。好，也用长度、宽度、高度哦，长、宽、高哦。好，刚刚有一位同学说了一个东西，请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这个来 means 一个人不会有长度。一个人是身高 ，pay attention， 身高。来，各位同学，你如果知道身高怎么写，把它写出来。一个人的身高是多少？绝对不可以说一个人的长度是多少。来，你们把身高打出来。一个人，你的身高是多少 ？What is your height? How tall you are? How tall are you? 你多高？你的身高是多少？绝对不要说一个人的长度是多少。如果你说一个人的长度，如果你对一个男人说你的长度是多少 ，That's so embarrassing because you are not talking about his body height. You're talking about his there. Okay, never ever say this to a man. Okay. 人是身高 body height 身高，来你们把身高打出来，千万不要像 means 这样，你的长度是多少？Never ever say this to a man because when you say this, you're talking about OK 听得懂吗？你们听得懂吗？对，春娇说的这样才对。你的身高是多少？不要说你的长度是多少，不可以哦。听得懂老师的意思吗？对，身高才对。如果你说的是 body height， 这个说这样你要这样说，你的身高是多少？那个 means 刚刚说你的长度是多少？ If you say that to a man, wow, that's quite embarrassing. OK， 听得懂啦？哇，玫瑰你懂啦 ？Really？ 玫瑰懂了哦。好 ，Christina 说哦。I understand as well. OK， 好 ，C 控也懂了。哦，老师我懂了，不可以跟男人说你的长度是多少。Don't say that. OK， Don't say that. OK。Andrew， 我们不会说一个人的个子是多少，不会这样说，我们一定都说身高。好，各位同学，你可以这样说：理查老师，你多高？你可以说你多高。如果你要问身高的时候，你可以说你多高。好，你多高，或者是你的身高是多少？你也可以说你的身高是多少。好，那千万不要说你的长度是多少呀。好，你可以说你的身高是多少？多少厘米？你多高？你多高？不要说你多长，你的长度是多少 ？Don't say that 好。OK， 好，那我们继续吧。好，新店一直下雨，对我们这里，老师这里也一直下雨啊。对，你的体重是多少？好，丽娜这个句子很棒 ，like
How much do you weigh？ 对不对 ？How much do you weigh？ 那丽娜这个句子比较 complicated， 我们可以简单说你多重，你多重就可以了啊，你多重就可以了。丽娜，你也可以很简单的说 How much do you weigh？ 你多重，你多高都可以。你多高，你多重 How much do you weigh 就可以了。最简单的方法，你多重。那你如果要说你的体重是多少也可以，比较 formal 一点啊，比较 formal 一点。我的长度是 No, I don't want to know it. Okay, I don't want to know 你的长度是多少。I don't want to know that number. No, no, don't. Okay. 好，玉珠说你用尺量一量你的腰围，可以，很棒，很棒，很棒啊！对，你多高，你多重就可以了。你多重，你多高，最简单的方法。哎，你多高，你多重就可以了啊。1.6米就好了。好 ，Roma 1.6米就可以了，1.6米。好，这个木说我的身高是163米，木，你也太高了吧？米是 meter， 不是米，厘米，木厘米不是米，米太 centimeter， 木米是 meter，OK， 163米，哇，你太高了吧？你比那个，哇，163米 meters，no centimeter。centimeter 不是是厘米哦，不是米啊，厘米啊。你多胖不行，这个太不礼貌了。安瑞可以，我们会讲你多胖啊。It's like oh you're so fat， 这个是有一点在 laugh at someone， 这个比较不礼貌一点啊。好，木厘米不是米，厘米哇，这个。不是米，米太高了，你是厘米，163厘米 ，OK， 好，1.63米，木，你可以说1.63米，1.63米，不是163米，哇哦，太高了，太高了哦，你可以说163厘米，或者是1.63米，1.63米，好，好的，了解了。OK， 理查老师多高？理查老师1.73米，理查老师1.73米。好，理查老师1.73米啊，1.73米。好，不是海大王来了，海大王。好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来，这个比较难哦，这个比较难哦。A 的长度是 B 的888倍。Okay, like A is like 888 times the length of B. 好，各位同学 ，A 的长度 is like you're comparing two things, and one is like two times, three times the length of B. OK， 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可以说 A 的长度是 B 的888倍。好，这个比较难，我们试试看就好了哦。好，这只尺，这只尺。好，我们后面是那只尺的，那只尺的。好，5倍的长度的长度。好，是，好，这个比较难，你们试试看就好了啊。好，好的，木是埃菲尔铁塔，对，木你也太高了吧。好，各位同学，这题比较难，你们会不会？我们练习一下就好了哦。好 ，A 的长度是 B 的 number 倍。好，你们试试看，看会不会写啊？This ruler is 5 times the length of that ruler. OK。好，安蕊说这只尺的长度是那只尺的5倍，答对了。Norbert 说这只尺的长度是那只尺的5倍，答对了。好，永祥，这只尺的长度是那只尺的5倍，很好，答对了。这题比较难，你们练习一下就好了哦。好，玫瑰，这只尺的长度是那只尺的5倍，答对了。好 ，Nightingale，
这只尺的长度是那只尺的5倍。好，答对了啊，很好。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吧。这个比较难哦，你们自己多练习一下。这个是 talking about the times。OK， 好 ，Samuel， 这只尺的长度是那只尺的5倍。好 ，OK， 请用尺量空调的长度吧。OK， 可以，没问题，可以。好 ，OK， 好，我们看第92个词汇叫长寿。第92个词汇长寿，长寿。好，长就是 long， 对不对？什么叫寿？寿就是你的寿命，你的 lifespan， 寿命。好，这个我们学一下好不好？长寿，长就是 long， 你们都知道。寿是什么意思呢？寿就是寿命，寿命的英文叫 lifespan。OK， 好，各位同学，我们中文啊，这个对，好像绕口令哦。好，各位同学，这里的寿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寿就是寿命的意思，寿命就是你可以活多长。有的人的寿命是60年，有的人的寿命是70年，他可以活70岁。有的人可以活60岁，有的人可以活到80岁，这就是寿命，寿命 lifespan。有的人的寿命是80年，有的人的寿命是90年。那所以如果你的寿命是90年，那你就可以活90岁，90岁。寿命当然越长越好，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活得很久很久很久哦。好，寿命，对哦，寿命。好 ，OK， 好，长寿就是长寿就是 longevity， 就是活得很长的意思啦。哦，活得很长。其实长寿是一个很 lucky 的一个 term， 对中国人或对华人来说，长寿这个词是非常好的 ，very lucky term。所以你可以说祝你长寿，我们可以这样说，祝你长寿哦。好，对，我们常常会吃长寿面哦。好，所以你可以说你遇到奶奶，你可以说奶奶祝你长寿，你可以这样祝福奶奶，祝福爷爷哦，奶奶，或你可以说爷爷祝你长寿哦，祝你长寿。你也可以说祝你长命百岁哦，我们中文常常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希望爷爷奶奶活得很长哦。对，很好。这个我们可以说祝你长寿，你也可以说奶奶 grandmother， 奶奶祝你长寿，祝你长命百岁。好，那像玫瑰说的，奶奶祝您，可以用您比较礼貌哦，祝您健康长寿。所以长寿这个词你可以用来祝福别人，祝愿别人。奶奶祝你长寿，爷爷祝你长命百岁。好 Norbert 说我家人最长寿的就好了哦。Norbert 你只要说最长寿的，我家人最长寿的是93岁左右。Norbert 你只要说我家里面我家人最长寿的是93岁左右就可以了。哇，春娇的妈妈102岁，好长寿哦。好，长寿可以当做一个形容词 adjective， 所以我们可以说哇，春娇你妈妈很长寿诶。春娇的妈妈活到102岁，活到102岁，好厉害哦！我们中文可以说活到岁，888岁。好，所以这个长寿这个词其实是在中文来说是非常 lucky， 非常好运的哦。好，春娇的妈妈活到102岁，哇，好棒哦！春娇，你妈妈好厉害哦！我要祝春娇的妈妈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不可以祝年轻人长寿，不可以。各位同学，你不可以说祝理查老师长寿，理查老师还没有变成老人哦。祝你长寿是用在 old man 上面的 ，OK？
用在 the elderly， 所以就像 Christina 说的，老师，我们可不可以祝年轻人长寿？不可以，因为长寿是祝老人的 ，is for grandmother, grandfather, grandparents, OK？ 所以雪峰说，理查老师祝你长寿 ，I'm not old， 理查老师不老哦，理查老师才18岁哦，你不可以祝我长寿，你要祝爷爷奶奶长寿哦，不可以祝年轻人。理查老师才18岁，你不可以祝我长寿，你要祝爷爷奶奶长寿啊。好，很好，这个生日快乐，祝你长寿，祝你活到100岁了啊，祝你活到100岁啊，好，祝你活到100岁啊。祝你寿比南山，很好，这是成语，寿比南山就是活得很久很久很久啊。长寿的秘诀是天天开心，好，因为我们这个句子好，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好，长寿在这里是一个名词 ，here 长寿 is a noun， 是个名词长寿的秘诀，秘诀像 tip or secret 是什么？好，各位同学，你觉得呢？你觉得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可不可以告诉老师？理查老师觉得长寿的秘诀就是天天要唱歌。If you sing every day， 你会活得很久，你会长寿。如果你每天像理查老师一样唱歌，你一定会活得很久，你会长寿会长寿。那你们觉得呢？Nightgale 说，长寿的秘诀就是每天锻炼 exercise every day， 很棒。好，我们这位同学说，长寿的秘诀是天天开心 be happy every day， stay positive， stay happy every day， 天天开心。我也觉得天天开心。好，天天要唱歌听音乐，你就会长寿了好，长寿的秘诀就是练身体like bodybuilding， 对不对？练身体workout bodybuilding。好 ，Andrew 说，长寿的秘诀就是饭后走一走，活到99；饭后趴一趴，活到180。好，很棒活到老学到老，来 ，man is never too old to learn， 很好。好，宋平觉得长寿的秘诀是不吃肉，多吃不是吃多宋平你要说多吃青菜和水果，多吃青菜和水果，很棒。还有没有人呢？长寿的秘诀就是无忧无虑的过生活。长寿的秘诀是无忧无虑的过生活无忧无虑的过生活。好，还有没有？对，在中国生日的时候会吃长寿面长寿面好，你们都好厉害长寿的秘诀是吃很少，不要吃太饱，对不对好，这个海山说，长寿的秘诀是不要吃太饱不要吃太饱。好，这个Vibo 说，日本人长寿的秘诀就是吃鱼eating fish， 吃鱼对身体很好，所以长寿的秘诀就是吃鱼。好，裴静觉得长寿的一个秘诀就是多吃蔬菜，少吃肉，我也觉得好 ，Norbert 说，长寿的秘诀就是天天吃地种就是天然饮食嘛 ，like natural right or organic。你可以说有机饮食 ，Norbert 我们比较常说有机饮食了有机 organic， 有机饮食或者是天然的饮食好 ，Norbert 我比较没有听过地种饮食好，我们可以说 organic diet 有机饮食 organic diet 天然饮食 natural diet。洪喜问说，长寿的秘诀是常常吃健康的食物，很棒，可以。好，长寿的秘诀是不要喝酒
也不要抽烟，没有错哦。酒可以喝一点点，不可以喝太多酒哦。好，在印度，玩乐器是长寿的秘诀，哎，很有意思哎。玩乐器来 play musical instruments 很好，我也觉得玩乐器是长寿的秘诀，好棒哦。印度的长寿秘诀就是玩乐器 ，good。好，这位同学说，长寿的秘诀就是每天吃好睡好，然后要运动要运动，很好。哎呀，好棒哦peace 就是要心情要保持平静，对不对？早睡早起很好 ，keep early hours。地中海饮地中海饮食，OK，我懂，地中海饮食Mediterranean diet，Mediterranean diet， 我知道地中海饮食，我知道。Norbert， 我有听过地中海饮食。地中海饮食就是不吃肉，只吃蔬菜跟鱼，这个是地中海饮食。我了解，我知道了，我懂了。地中海饮食 ，OK， 我了解。Yeah, I know Mediterranean 啊，地中海啊。真的吗 ，Brad？ 天天吃榴莲会长寿啊？各位同学 ，Brad 说，天天吃榴莲 ，eat durian every day， 你就可以长寿了，真的吗？天天吃榴莲可以长寿啊！好的，忘记难受的事，好，很棒忘记不愉快的事，我们比较会说忘记不愉快的事忘记不愉快的事。好，我们比较常这样说了好，我们比较少说忘记难受的事，忘记不愉快的事，忘记不愉快的事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来，长寿也可以当做动词、形容词，其实动词也可以啦。长寿也可以当形容词哦，所以这是个 lucky way to say， 哇，奶奶很长寿，我的奶奶很长寿。My grandmother lives a long life。像春娇的妈妈，我就可以说春娇的妈妈很长寿。所以长寿 can be an adjective, so you can say 很长寿，非常长寿，很长寿比较常用了，很长寿。春娇的妈妈活到102岁，很长寿。春娇的妈妈很长寿好。红喜有捐钱啊，谢谢你，红喜。好久，long time is a long time， 都没有人捐钱给老师了，终于有人 ，finally， 终于有人捐钱给老师了好，谢谢红喜同学捐钱了哇，好久没有人捐钱给我了，谢谢红喜小土豆好，命说照片里的奶奶好像是越南人，我也不晓得耶，有点像好，春娇说长寿的秘诀是天天看理查老师的直播课。好，如果你们要很长寿的话，欢迎来看我的课好的，长寿可以当形容词好，来，我们来考试了。好，红喜你可以说不客气啦，不是说没关系说不客气就好了不客气不客气。好，谢谢红喜好，今天我们学了3个词汇，第一个词汇叫产业 industry or business of the same type。第二个长度 length。第三个长寿 longevity long life。Rady 说我的狗很长寿，可以的。狗如果活到10几岁就是很长寿的狗了，对不对？如果狗可以活到12岁、13岁、14岁，那这个就是长寿的狗，这样的狗就很长寿了可以的。吃台湾牛肉面保证可以，好，台湾牛肉面很好吃，对不对 ，Brad？ 好，第一题 ，Quiz number 1， 长寿、长度、产业。丹麦的观光相当发达。
丹麦 Denmark 的观光相当 means very or quite very 发达 means developed 发达就是 very like rapidly developed 发达。好，丹麦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叫 Denmark， 观光叫做 tourism or sightseeing。这题好简单玫瑰说丹麦的观光产业相当发达。好 Samuel， 丹麦的观光产业相当发达。宋平，丹麦的观光产业相当发达。很好，产业答对了。好，这题的答案是产业那各位同学，所以有时候 sometimes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个 term 叫做观光业。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光业这个 term？ 因为它的 full name 是观光产业。But sometimes you only see 观光业 That's the short. So the full name is 观光产业 Sometimes you only see 观光业 Okay? So that's the short. 好 OK 没问题好，太棒了，你们都答对了。好，这个 Vibo， 丹麦的观光产业相当发达。好，我们看一下 number 2， 第二题。好，这条河的是多少？这条河的是多少？这 means this， 条是 major word 量词，河的量词河就是 river， 河。这条河的是多少？多少 is like how many, how much or how many 这好简单Samuel， 这条河的长度是多少？这条永祥，这条河的长度是多少？再来，好 Amisha 也是长度，春娇也是长度，雪峰长度 Malik 这条河的长度是多少？立新也是长度，米磊长度很好。还有这位同学是 Sehu 也是说长度。Sehu 你是印度人吗？还是巴基斯坦的朋友Sehu 好像巴基斯坦的朋友。好，还有Rady 说这条河的长度是多少？ Fam 说这条河的长度是多少？好，言人说这条河的长度是多少？好，你们都答对了，很好。巴基斯坦吗？ Sehu 是巴基斯坦人吗？好，欢迎你好 Brad 说长度是多少？ Good。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三题，女性 like the female， 女性就是 the female。 通常我觉得翻译成 usually 比较好usually 通常就是 usually， 比就是 like more than比在这里是 compare or like more than。 男性 the male OK the male。 女性通常比男性怎么样？女性 women or the female 通常 usually， 比 is like more than。 男性 the male or a man， 女性通常比男性怎么样？长寿。 Ready 说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好，小晴说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好，永祥，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很好。好，这位同学是这条河刚刚的题目好，这条河的长度是多少？好，佳佳是Sehu 是印度人Namaste 你好。好，佳佳说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玉珠，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各位同学，为什么女性通常比男性长寿？因为我觉得男性比较会抽烟，比较爱喝酒，女性比较不喜欢抽烟。女生比较不喜欢抽烟，不喜欢喝酒。男生通常会喝酒，会抽烟，所以男生活得都比较短，男生的寿命都比较短，对不对好，
好 ，OK。所以女生通常活得比较久，女生活得比较久哦。好，女生活得比较久，男生活得比较，男生比较短命了哦。好，那我们这个长寿的 opposite 是短命啊，这个忘了告诉你们了。长寿的 opposite 是短命。好，好，女生活得比较久 ，like women live longer, women live longer. OK， 那这个长寿的 opposite 反义词是短命 ，short life， 短命。我们中文会说短命啊，短命。好，言人说，老师不一定，有的男生不抽烟不喝酒，因为男生都做比较辛苦的工作，所以男生的寿命比较短，男生比较短命，男生比较短命哦，也有可能哦。好，辛苦啊，我们说这个叫辛苦，不是幸苦，辛苦。好，辛苦哦，比较 like hard working。Mins 说，老师，我觉得为什么男性的寿命比较短？为什么男生比较短命？因为男生的压力比女生大，因为男生要赚钱，要 earn money， 对不对？男生要工作，对不对？所以啊，男生的压力比女生大，男生的压力比女生大哦。也可以。男性通常比女性短命，Yeah。哦，宋平说的也很对，因为男性不太会去说心里的感觉，男性不太会表达，男性比较把心情、心事放在心里，男生不会把自己的情绪、把自己的心情说出来，女生会哦，女生会聊自己的心情哦。女性通常比男性矮，这个句子没有问题哦。好 ，OK。老师喜欢喝酒吗？老师不喝酒的啊，老师不喝酒。玉珠说他认为人寿，玉珠人寿变成 life insurance， 你要说寿命啊。来，玉珠，你说的人寿是 is like insurance 啊，人寿，这个叫做 life insurance， 意思不一样啊。那玉珠你要说的应该是寿命啊，寿命是前世的影响，寿命前世叫 previous life 啊，寿命叫 lifespan。好，玉珠，我这个词先给你哦。好，人寿的意思是 life insurance 啊，所以玉珠你要说寿命，寿命是前世的影响 previous life。C 空说哪有女生也赚钱啊，又不是只有男生赚钱啊。好，男生必须打仗，有的国家男人要打仗或要当兵 ，serve in the military or like need to fight for his country, right？ 好，Brad 说，因为男生比较喜欢做冒险的事情，所以男生比较短命。OK， 老师是不抽烟不喝酒，对，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吃肉哦。对，春娇说不一定啊，现在女生也是赚钱养家 ，make a living，right？ 好，太棒了哦，好，谢谢你们。还有一题哦，最后一题 ，the last question， 长寿、长度、产业、新冠病毒、重挫、全球各种，新冠病毒重挫 like heavily damage, like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like hit seriously, hurt seriously. 新冠病毒重挫全球各种，各种 means all kinds of 各式各样的 all kinds of various 各式各样的什么？好，全球就是 like 全世界，全球就是全世界的意思 ，worldwide， 全球、全世界、全世界的意思哦，all the world。好，
新冠病毒你们都知道了，就是 COVID-19 啊，新冠病毒。哦，产业。好，玫瑰说新冠病毒重挫全球各种 all kinds of industries, all kinds of businesses, all kinds of companies. OK， 好，永祥，新冠病毒重挫全球各种产业，很好。好，好，这位同学产业答对了哦。好，产业，产业。好 ，Samuel 说新冠不是管哦，新冠病毒重挫全球各种产业。好 ，Sicon 新冠病毒重挫全球各种产业，答对了。好 ，OK， 没问题哦。好，你们都答对了哦。好，这个 Marshall 新冠病毒重挫全球各种产业，答对。好，太棒了。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来上 New HSK Level 6。哦，这个新同学啊，JoJo 新同学的句子要念一下。新冠病毒重挫全球各种不是长业哦，是产业哦，产业。对，产业。好，各位同学喜欢今天的课吗？如果对，除了医疗 medical industry， medical industry 反而是很棒的，很发达的哦。医疗产业反而变得比较发达啊，比较 develop 刚刚有教过发达，对不对？好，所以你可以说医疗产业变得更发达了，发达 developed。医疗 medical industry， 医疗产业变得更发达 more developed。哦，好的。那各位同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请你帮李朝老师点赞。那你也可以下载这个 free handbook application。如果你下载这个 free application， 记得用 VIP111 这个 invitation code， 理查老师就会OK， 好，所以你可以下载这个 free application， 这个也不错，这是个 online Chinese dictionary。OK，have a try please and support me。那各位同学，明天我们来上新 HSK 第6集的课哦。好哦，雪芝是新同学吗？欢迎你哦。好，各位同学，你们如果是新来的同学，你们要 say hi to me, then I know who you are. OK, remember to say hi to me if you are a newcomer. OK， 好，明天见，拜拜。